的主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先交代一下时代背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于公元前500到200年达到顶峰。这个阶段也被称为百家争鸣的阶段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些学派到最后呢，只剩下了9家。我会讲其中的5家。先声明一下，因为我后面说的内容都是我个人的见解，所以可能会有错。第一个要讲的是儒家，儒家的内容其实很多，所以我专讲君子我只讲一个君子。孔子认为要成为君子，必须得从德礼2个方面下手。仁呢，指的是内在的仁德，礼呢，就是指外在的礼仪规范。孔子认为这2个概念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比方说，只要你的行为遵守礼仪规范，那么你的内心就会逐渐培养出仁德。反之，如果你内心是仁德的，那么你的行为就自然不会违反这些礼仪，即使你不知道它。然后呢，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把孔子的人发展把人发展出了一个概念叫义。义和仁的区别呢，就是人更偏向于是上级往下的一种对待方式。这应该不是很难理解吧？就是比方说你对某人仁慈，一般都是对某些比你弱小的人才会仁慈。那么义就是对待平民的一种态度。第二个要讲的是墨家。墨家思想呢，其实都是和利益有关的。因为墨家创始人墨子呢是农民出身，所以他的很多思想全都是围绕着农民的最底层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比方说他的思想中，反对儒家的厚葬和守孝的这些规定，因为这样子的话是一种浪费资源的表现。他反对奢侈品，他的思想其实和共产主义十分的相似，就是他认为资源共有化，然后只取你需要的资源，然后注重底层的利益，是吧？另一个思想就是他最著名的思想就是兼爱非攻。兼爱指的就是人人平等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程度的爱。非攻就是抵制侵略行为，就是反对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墨家其实是一个民兵组织，就是他们和别的学派不一样，他们是一个民兵组织。他们组织里面的人呢，都遵守着墨家的思想，然后他们会主动去帮助那些被攻打的弱小的国家。然后它的非攻呢，还体现在一点，就是墨子这本著作里面有将近1/4的篇幅都在讲如何城防。第三个要讲的呢是道家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自然，他们希望人们的行为，他们认为人们的行为遵从自然的变化，而不是去强硬的去挑战它。这点呢，还有一点就是概念就是在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要随时去学会去切换概念，这样子往往可以事半功倍。一个
加一个很著名的典故，就可以把这个他们的主要思想解释清楚，叫庖丁解牛。庖丁解牛这个故事呢，就是讲一个姓丁的厨子，他可以他切了十几年的牛肉，但是的刀还依旧很锋利。然后别人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他一开始切牛的时候也很难切，然后也弄坏过很多把刀，但是练了之后，他看牛就不再是牛，而纯的肉和骨头。这样他每次切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顺着牛的纹理来切，而不是把它当成，这就是概念的切换。然后这个故事就告诉我说，你要发现事物两面啊，牛啊，这么说吧，你把羊当牛，然后把鹰当成肉，就是主动的一种方式，鹰是被动的一种方式。然后通过羊的方式，你硬是照牛的样子来切，就是牛腿该怎么你就把它切成怎么样。但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更累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切到骨。如果你把它只是单纯的当肉来看，你照着肉的或者就是软骨这样子来切，这样子的话，你不用费很大的力气，你只要切一个口，哪怕你甚至只需要切一个，然后用力一拉，肉自然就会下来，相对被动的一种方式。道家就是告诉你，你要学会切换念之间切换概念，有的时候被动的阴的方式可以帮助你可以节省很多啊。然后呢，就是气这个概念呢，是庄子所发展出来完善这一套理论的，就是他认为人体内的人体内的气是定量，所以你才要在阴阳之间能选动的结实力气来事半功倍，就要结实力气啊。这么说比较好理解。接下来要讲的是荀子，荀子同样也是儒家，但是他在儒家的地位很特殊，所以我把它另外拿出来讲啊。首先要讲的是他的最著名的，他最著名的思想，那就是性恶论。他认为人性其实就是欲望，而任由欲望发展呢，就会做出很不好的事情。然后呢，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荀子从我们之前讲的孔子的仁和礼两个概念中，从礼下手，从礼发展出了法这个概念。这里的法不是法律，而是标准啊，就是说就是给社会增加一个，就是说给社会增加一个外在的道德约束，来让人们不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啊。还有一点就是教育，荀子本身呢，其实还是一个教育家，他的著作荀子的第一篇《劝学》，我很推荐大家去读一读啊。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法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像途中的韩非子，还有另一位李斯，其实都是荀子的学生，所以才说荀子的地位其实有点尴尬导致荀子被低估因为他的思想和儒家第二代表人物孟子表面上相违背，再加上他的徒弟都是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导致他被后来的人有些不待见，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继续讲法家，法家呢，
其实相对荀子，韩非子作为荀子的徒弟，其实比荀子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法家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很冷酷，因为这个法家就应该翻译成法律了啊，法律嘛，大家都知道的，法律是很冷酷无情的。法家的主要思想，基本没什么。法家的主旨就是以统治者为中心，法家的任何行为都是围绕着统治者的利益来干的。法家认为，法家认为统治者才是最重要的个体，只有统治者是好的，这样社会和人民才能是好的。所以法家把重点放在了统治者身上，一切都围绕着如何让保证统治者不会变坏来出发啊。法家的基本原则，法的基本原则，其实这边说的是法家的法律啊，就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强制和人人平等。法律嘛，法律是强制性的，就是和原来的孔子所说的礼不一样，因为礼只是一种礼仪规范，你并不需要强制去遵守的。但是法律就不一样了，法律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然后第二条就是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不管你是什么地位，都必须都同样会受到处罚啊。然后就是政治心理学，韩非子在政治心理学其实也特别的有研究，他在他的著作中特别着重的讲了如何君王应该如何不让自己的欲望被小人发现，从而被利用啊，如何在政治上了解其他人的思想。最后要讲的呢是汉朝的杂家。所谓杂家呢，就是把所有其他的学派融合在一起啊，就是吸收各个学派的精华而成的一个学派啊。这杂家呢有两个代表，汉朝的杂家有两个代表人物，就两个代表著作，就是《淮南子》和《论衡》。就《淮南子》这本书呢，是由当时汉朝的淮南王刘安带着他的刘安带领他的手下门客传说有上千人一起撰写的这本书。这本书不光吸收了各家不光吸收了各家的哲学思想，还讲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个《淮南子》其实把它当成一本百科全书看也没有关系。它里边甚至还讲物理最早的热气球实验啊，还挺有意思的。《论衡》这本书是王聪一个人写的，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这本书呢，它的内容是就是从一个十分理性客观的角度去看待当时的事情。他在书中反对迷信然后注解了很多前人的哲学思想，然后指出他们其中的不足。所以这一点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就是怎么说，《论衡》这本书就像是一本啊，给整个先秦诸子百家做批注的这样一本书。所以，如果你没有精力去读前面我说的那些人的所有著作的话，一定要读一读《论衡》这本书，因为就是读《论衡》这本书是真的受益匪浅，好吧？那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谢谢。